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有个电视节目的编导跟我说你讲了这个拉萨舰官兵怎么样过年，我们看到他们在舰上吃的这个过年的饭非常的好，你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海军的美食吧。我说这个海军的美食和咱们平常吃的饭是一样的。作为海军它有5个兵种就是从潜艇兵、水面舰艇兵、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它是5个兵种。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伙食标准是不一样的。大体可以给大家分一下呢，就是飞行员我们叫空勤造，这个潜艇兵呢它叫潜造，他们就是飞行员和潜艇兵的伙食造的标准呢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呢，我们管这个水面舰艇，比如说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快艇它都是水面舰艇嘛，我们叫海造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人员的造。还有呢就是陆勤的，你比如说我们在机关里边有很多的警卫战士吧，有通信兵吧，包括岸防部队吧，包括我们这个陆地上的就是海军陆战队吧，他们都在岸上工作，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吃陆勤的这个造。大概的就是有这么3大类。但是你实际上你别看它的伙食标准，比如说潜造和飞行造是最高的那我们一般陆勤造按现在的标准，比如说警卫部队还有汽车兵可能是每天36块钱，大家觉得这个伙食标准很好很高但是我告诉你，实际运用中不是那么回事。你比如说这个潜艇就是一个猛子扎下去不要出水面，坚持的时间最长是谁是中国人创造的我们长航是核潜艇下去之后在水下待了92天，而且都是自己就是潜艇回来之后大家走上来的，不是担架抬上来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创造的记录大约是90天，但是有一些艇员坚持不住了，身体最后出来的时候走不动了，是拿担架抬出来的。你潜艇开始下去的时候大家还能正常的吃饭，但是你想想在潜艇里边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的空气，这个淡水是受到限制的，你那个时候你给它吃什么它都吃不下去。它的伙食可能从一天比如说今天下了50斤的大米，最后到后来返航的时候可能就30斤大米吃不下了。所以你别看它伙食标准很高，但它实际上就是没有胃口。我们再讲这个海造，海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遇到风浪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吃。比如说我曾经跟着水面舰艇一块到印度尼西亚参加阅舰式就参加这个各国的军舰在一起的阅舰式，正好在南海的时候遇上风浪了，那你这个睡觉没法睡，那个就是很多人晕船，他呕吐你那时候给他什么山珍海味他都吃不下，就吃了就吐，吃了就吐。所以呢你即使是有这样的标准，但是你吃不下。还有呢，像我们有些小的舰艇去到南沙的时候，它风浪一大，它根本就没法做饭，所以只能吃那个剩馒头咸菜这样东西，根本就没法吃什么海造所以有的时候呢，只是大家看到这个军舰它停在码头上风平浪静了，它当然可以做一些饭菜，那些饭菜跟我们大家吃的这个年夜饭跟大家平常吃的伙食是一样的那我们作为陆战队员或者是岸上的兵呢来讲，虽然它伙食低一点，但是呢它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它可以吃到一些正常的营养补给比如说米饭馒头或者是2荤1素或者是1荤1素这样的饭菜是可以保证的。但实际上我跟你讲，有好多情况它由于训练它吃不到。你比如说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海军陆战旅的同志是从广东湛江然后机动无论是铁路机动还是公路机动，迅速的到达这个汶川震区，给他们分配的什么任务呢？擦遗体，就是从这个地震死伤的人员中给他们擦遗体。你在那种环境里边，他们就跟我说你在那种环境里面那种温度，一个是环境，你天天在那儿擦遗体，你那个心境，你那种环境你能吃得下饭吗？他说吃不下饭。还有一个也没有，就是因为地震完了之后它那个水什么都受到污染，没有很好的水，那你做饭就这个条件受到很大限制。还有呢就是那些粮食或者是食品你当地老百姓也要吃你去这个抗震救灾的部队，你能跟百姓去分粮食去分配吗？不行所以基本上有标准，但是你吃不到东西。包括他们这个在那时候端午节当地老百姓大概做了多少粽子给他们，
人家10个人就分1个粽子吃。所以我讲啊，很多情况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你有这个标准你就有美食。包括他们这个媒体拿给我的，就说你看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压缩干粮了啊，有多少热量，有多少什么什么东西。我说这种压缩干粮你吃一顿尝一尝可以，1天3顿，或者是让你这个野外训练1个星期都让你吃这个，就相当于你吃这个方便面，你吃1顿2顿可以，1星期都让你吃方便面的话，你吃的都恶心，都想吐。所以我讲啊，海军真是没有什么美食，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是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还是这个陆军，它在特殊的岗位上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不同的伙食标准，但实际上你要讲美食的话啊，像讲咱们吃的好有特色的话，它真没法跟咱们老百姓相比。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